全网独创的养花浇水方法来了啊！养花新手一学就会。看完视频没有收获，你削我啊！检查植物缺不缺水啊？叶片给你清晰明显的一个答案。咱们看这个叶片和这个枝干的一个角度，像这种叶片是斜上方生长的，它和这个枝干之间的角度啊小于90度 ，OK， 这个植物生长非常健康啊。咱们平时的浇水对，你不用去看任何视频学浇水了啊，你浇水就是对的。那咱们再看另外一棵啊，这个叶片和茎干的角度看见了吗？往下垂，大于90度，老叶大于90度。证明这颗柠檬怎么样？它缺过水啊，之前缺过水。这个症状就是告诉你，咱们给植物的浇水频率不够。那么咱们适当的提前浇水，缩短这个浇水的一个时长。咱们再来看绣球，老叶萎蔫啊，老叶开始下垂了，看见了吗？枝干慢慢的大于90度，这时候就缺水了啊，这时候就缺水。它不缺水的状态是这么的。那么如果这时候你不浇水，你等它这个再往下弯啊，这个绣球就是干尖焦边，这个干边焦边就是缺过水导致的。我再离远，镜头拉远看一眼啊，叶片看见了吗？整体都是往下长，往下长，往下长，茎干和叶片之间的角度变大，就是缺水。咱们再来看一下茶花，这颗小的茶花，我手里转动这颗，看见叶片了吗？斜上的去生长，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？平行去生长啊，茎干和叶片的角度变大，那么这个茶花一定是代表咱们平时浇水量不够啊，看见了吗？很干很干啊，土很干。咱们再看这棵橡皮树，茎干和这个叶片的这个角度变大了，它就是缺水啊，这是我特意控水的，它就是缺水。那么这棵看见了啊，正常生长的叶片，看都是往上长啊，都是往上长。这个叶片和这个茎干的夹角变小啊，变小以后，它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。茎干和叶片之间夹角啊变大啊，它缺过水。那么没有缺水的，看见了啊，茎干和叶片之间夹角是小的啊，它是小于90度的啊。那咱们再看一下草花类的啊。茎干和叶片之间90度斜上方去生长，缺水的看见啊，茎干和什么和叶片之间大于90度。君子兰叶片自然下垂，缺过水的君子兰看见了吗？急速下垂啊，它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，看这一定是缺过水啊，缺过水，浇水不规律。那么像这种就是它不开花，它即使开花了，它也会夹剑，明白了吧？那么今天的方法就是你读懂了叶片和茎干的这个夹角的一个关系啊，它就能极大的说明问题。那么像老叶出现这种它不恢复的话，那一般情况下就代表咱们平时的浇水量不够啊。你去判断土壤干湿的情况出现错误了啊，土过干了你才浇的水。虽然整体它向上生长，但是它这个叶片会越长越小啊，植物整体都不健康。那么像那种开花型的植物，那么它的开花量就很少啊，后期结果了，它的果实坐果率也比较低。这个就是咱们浇水平时浇水量不够。咱们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问题啊，咱们就要调整浇水频率。你以前5天一浇，现在改成4天，还是不行，改成3天。新叶啥时候长出来？垂直向上的角度啊，它不再下去啊，这个叶片不再这个往下垂，那么你这时候的浇水周期基本是够用的。那么最后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植物出现这个状态了，土很湿怎么办？土很湿分2种，那么一种就是你拿起来你握起来啊，这个土潮乎的啊，这个时候植物出现这种表现，那么证明你这个植物根系和土壤增强水分，根系已经吸收不上来水分了啊，咱们这时候要给它补水，注意中午大太阳下别浇水。那么第二个就是你这个植物出现叶片啊下垂的这种现象，土非常非常湿啊，你握着夸夸的往下挤，能挤出来水，你这个再去浇水，这个叶片也不能恢复了。那么这时候证明什么？证明你这棵植物根系可能有问题了，根系存在问题了。这时候你要脱盆去检查根系，多半情况下是老根已经开始腐烂了，新根长不出来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早发现早治疗。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就是非常简单，而且非常有效啊，简单明了，新手完全能够掌握的一个判断植物浇水的一个方法。你根据我这个方法，你适当的去调整一下你的浇水周期，那么植物新叶生长出来比较快啊，叶片有一个好的角度，视频里说的好的角度，那么你这棵花就在健康成长。这个就是你家花盆里边土壤的一个完美结构。如果你的土有这个结构，你怎么浇水它这个植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如果你丧失了这个结构，你怎么浇水都学不会。咱们浇水不是硬学，不是死记硬背啊。土壤它有结构，黑色的这个大圈，它这个功能它就是存空气的，它就是提供植物根系它去喘气儿的。那么蓝色的这个它没有这个黑色的这个大啊，它里边就是干什么？就是存水的。这个水是什么？是给根系提供水的一个小水池啊，根系它会咔咔咔扎到这个蓝色的里边去吸收水分啊。黑色的这些小点儿啊，它属于土壤中的一些
小孔隙啊，毛管孔隙，是吧？这个黑色这里边咱们浇水以后啊，它里边有水，但是根系它想去吸收，它抢不过这个土啊，土给这个水禁锢了，它抢不着。所以说咱们有些时候用手去往这个盆面里边伸的时候，摸这个土的干湿的时候啊，你摸着潮乎乎的，这潮乎乎的这个感觉是哪来的？是这个黑点来的，了解了不？啊，所以说你摸着土潮湿的时候，植物会掉叶，会黄叶啊，会黄叶，会掉叶。这是植物缺水的表现，集中在植物的底部，是吧？所以说有些时候你说这花掉叶了，我告诉你说缺水，你总跟我说，哎，土还湿着呢，土还湿着呢，那它不缺水，它为啥掉啊？植物都告诉你它缺水了，掉叶了，你还湿着呢。其实误导你的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个黑色的小点点啊。咱们浇水并不是说这个东西3天浇一回，5天浇一回，你会发现咱们这个土浇水速度、下水速度变慢啊，它其实本质它透水丧失了作用。就是这个黑色的啊，它没有了，它结构变了，没有了啊，它水出不去了。这个就是用土时间长，咱们土壤板结丧失了它本身的一个团粒结构。你想养好花，不是说拼的什么时候该浇水啊，你拼的是什么？你拼的是保证一个好的一个土壤的一个结构，让植物能喘气儿，能吸水啊，提高你浇水的一个容错率，这个是本质啊，方向别跑偏。啊，你再拼的是什么？拼的是你家阳光啊，你家南阳台有多大啊，光照有多好？拼的是什么？你有多少钱去买补光灯，是吧？这个是养花啊重要的一个东西。你阳光好，土壤结构保持的好，你天天浇水都没有问题。现实是什么？现在咱们很多人买到的花啊，这个花在养殖基地去养的时间比较长，1年啊，出栏了啊，卖给你了，它土本身的结构已经丧失啊，所以说这个时候植物到家以后，它或者是带花苞开完花以后，你要换土啊，咱们要学着去换土，给它一个新的一个土壤环境，这样提高浇水的一个容错率啊，这样养花起来就比较简单啊，花也是正向生长的啊，花卉大棚，我就这么告诉你啊，培育花苗的，棚这写错了啊，很少有人去用有机肥啊，所以说有些东西的它的土壤里边什么？它都缺失有机质，造成土壤一定量的板结啊。因为我卖这个微生物有机肥啊，所以说我会夸夸的往里下啊。有些人说，哎哥，你家买的花比别人家的好活，是吧？为什么好活啊？土的一个结构会好很多，浇水容错率提高，是吧？这个是本质的核心啊。你们要学会去干什么？去调土，去调光。我可以这么说，你浇水是完全 OK， 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没有人说，哎，我看不明白这个土干了啊，干了看不懂啊，土面干了你都不知道的，那就不用养花了，是不是？一般情况下，土面干了，咱们浇水就 OK 了，都知道大概的什么时间浇水。其实这个浇水是完全 OK， 完全没有问题的啊，这个浇水是没有问题，你浇的是对的。那么本质就是土出问题了啊，土出问题了，土出问题就是它的结构没有了，乱七八糟了啊！它该存空气的地方存不住空气，它里边存的水，或者说底部的这个水啊，底部的这个水排不出去啊。很多人告诉你托盘里边去往上吸水是吧？你土壤结构好 OK， 土壤结构不好，它就是闷根儿，它就是积水是吧？所以说这个之间存在一些信息差，那么就是我讲到的这个本质的一个问题。你把你的核心放在土上啊，你把你的核心放在阳光上，给光。你稍微勤点去浇水，这个植物是完全正向生长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！你不要惊慌，说这个东西烂根了，那个东西烂根了，是吧？种植方法教了很多啊，参考我的视频去种植，然后把核心放在土壤上啊，你浇水是没有问题的。其实你走了很多弯路啊，你一直在钻牛角尖，你再去学这个到底该什么时候浇水啊？土的结构不一样，家里它不像大棚，不像养殖基地，不像室外。是吧？水的蒸发速度很快，家里养花是劣势啊！你想养活养好，必须极大的提高各种容错率，这个是核心的本质。如果说今天我给你讲的这个本质，你能够了解清楚啊，那么养花非常简单。那么养花你马上就会上升一个档，你不再会为这个养活啊这花生死而焦虑啊，剩下的就是光肥的一个配合，是吧？把花养得更好，开得更旺啊！你拍个朋友圈，你发个小视频，你都 OK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